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有小伙伴在粉丝群里面说想看俄罗斯的赤塔僵尸事件。关于僵尸呢，咱们有中国传统的清代僵尸，也有外国被病毒感染的生化僵尸。小时候觉得很恐怖，但长大之后就知道那只是编剧编出来的。但是关于俄罗斯赤塔僵尸事件，有人觉得并不是空穴来风，因为网上盛传了一段直升机拍摄的僵尸袭击士兵的视频，看似不是刻意捏造的，还有视频为证。那么今天我就来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，这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吧。看之前记得点赞、收藏支持一下哦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段视频，它没有血腥的画面，请各位放心观看。这段视频是由红外线形式录制的，时间还不到1分钟。视频里可以看到是直升机的空中角度拍摄的，可以看到一名士兵边跑边向后方射击，枪口射击时冒出的火光还在远红外镜下显得十分明显。他的后面跟着所谓的僵尸，那个士兵转了几个弯之后，又冲出了一些僵尸，把他包围住了。随后恐怖的一幕便出现了，僵尸们一哄而上，将士兵的手撕了下来，大量的白色液体喷涌而出，在远红外镜头下的白色液体应该就是血液，没有别的可能。这时背景音里面开始传来人呕吐的声音，而画面中的这些僵尸各自扯下士兵身体的一部分，就四处跑开了，原地只留下了一滩血液。而这里出现的这个网址，现在搜索也早已是个无法显示页的内容了。这段视频流出后，俄罗斯赤塔官方以发生抢劫案为由，火速封锁该地。次日又称，之所以封锁，是因为该军事基地的毒气泄露了。这种像是在掩盖真相的说法，让人更好奇了。不过真实性不强，因为既然是官方下令封城的，那肯定是出了大事了。网络上也没有任何关于赤塔封锁的新闻信息，也没有人议论，只有在国内中文搜索里有这件事情的相关讨论。而且仔细看视频里面的僵尸，攻击性很强，速度也很快，跑起来的时候关节还能弯曲，所以硬说是僵尸，看来国内外的僵尸区别还是挺大的。外国的僵尸都是生化武器或者病毒变异来的，所以说运动细胞比咱们国内的僵尸更强一些，难道？再来说说赤塔这个地方，其实距离咱们内蒙古很近，原本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区域，匈奴、蒙古等民族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。网传凤凰卫视还拍摄主题报道此事，但因为担心引起恐慌，所以并没有发布详细的视频，而是以字母的形式滚动出现。后来的追踪报道也是因为外力的干涉而突然遭到了停播，这样的话更加无从考证了，反正也没有证据，咋说都行了呗。有不少阴谋论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他们认为这正是传说当中的俄罗斯人体实验，给士兵注射某种药物，这种药物名为莫达菲尼，可以让人失去疼痛感和疲惫感，但是副作用会导致施药者精神崩溃和突然出现异于常人的攻击行为，所以该实验最终被终止。服药后的士兵力大无穷，速度飞快，动作也异常迅猛，但精神变得狂躁，最终彻底不受控制，还出现了超乎异常的攻击行为。由于这是秘密实验，视频里出现的也是试验品，所以也没有官方出来解释承认。这和认证之前做过的视频俄罗斯睡眠实验很相似，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。俄罗斯睡眠实验的故事也是描述的有鼻子有眼的，但是也没有证据可以证实，更没有任何实验记录。它最早是出现在一个专门描写虚构恐怖故事的网站上的。那当然了，坚持阴谋论的人，不管怎么解释，他们总有一套自己的说法。赤塔僵尸事件当年被网友传得太神乎其神了，没有个总结说法，导致各种各样的阴谋论飞起。最开始是已经有网友推测这是游戏《潜行者：切尔诺贝利阴影》的画面，但此画面是游戏发布前流出的，可能是官方借此机会宣传视频，或者是因为后来宣传成了僵尸袭击人类的视频吗？所以事情过了10多年，也没有公司出来承认这是自己家的游戏画面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正正本人也是做了10几期的各种灵异事件或者都市传说了。我发现了一个定理，就是越是一些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的照片或者视频，硬是要给他们后面加上一段神秘的传说或者故事，并且经过各大网传和博主的渲染，传得神乎其神。比如赤塔僵尸事件，说实话，人家战斗民族自己或者墙外网民都没有这么大的反应，经过咱们国内的广大网友的脑洞一洗礼，真的变得无中生有了。但其实我也很佩服那些制造传说的写手们，有些事件说实话还是刻画得很不错的，咱们小老弟就当个故事听听，其实也不错，但是千万不要相信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本视频的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。我是正正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